我要结婚了，但相恋8年的男友还不知道。最近他新招的女秘书总缠着他，两人一见如故聊个不停。为给他庆生，他订了10层奶油蛋糕。宴会上他们互相抹奶油嬉闹，忘了我对奶油严重过敏。被送医抢救醒来后，我答应了家族联姻。妈妈动作很快，我出院刚摸出钥匙开门，她就发来几10份婚礼方案让我选。翻到最后一条消息时，我手指停住。早说你跟卢卡斯走不到头，他真想要你，何必拖8年？现在醒悟不算晚。婚礼方案都备好了，3天后办婚礼，行李慢慢收拾，不急。原来全世界都心知肚明，只有我困在卢卡斯的空头支票里，舍不得放手。叹了口气，我发语音回复：妈挑吧，我都喜欢，从简就好。没留意卢卡斯何时站到身后，听到婚礼2字，他失声问：婚礼？什么婚礼？他正要偷瞄屏幕，我迅速锁屏。他伸手要抢，下一秒他手机响起。夜色寂静，听筒里惊慌的女声格外清晰。卢卡斯！我刚下楼取东西，好像有人跟踪，绕了几圈都甩不掉。卢卡斯瞬间变脸，语气满是关切。瑟琳别怕，往亮处走，治安亭有人值班。待着别动，我马上到。他挂断电话，全然忘了婚礼的事，毫不犹豫扔下我，转身冲进夜色。我面无表情。等他走远，我打电话向姨妈告别。父母10年前外出打拼，我便一直记住姨妈家。卢卡斯住隔壁，因而相识。后来姨妈结婚，卖掉别墅搬去婚房，我不愿打扰她新婚，暂住卢卡斯家。谁知一暂住就是8年。米娜姨妈听说我要结婚很惊讶，结婚？和卢卡斯？也好，8年了该定下来了。我抿唇纠正，是联姻。对方不认识。他沉默片刻，轻声问，想清楚了？我觉得卢卡斯心里有你，不知为何不求婚。要不我帮你问问？我淡笑，不必。本来也不是恋爱关系，没正式交往，暧昧8年在不断，青春耗尽了。姨妈听说同居8年竟不是男女朋友，不再劝我，说尊重我的选择。睡前，我给手机设了3天倒计时小组件。第2天，我托妈妈捎些特产，答谢姨妈10年照顾，兼做告别。傍晚，一卡车包裹运到，我给司机指路姨妈家，不料在楼下撞见卢卡斯。瑟琳娇小身影紧跟他身后，两人各提超市采购的家居用品，像极搬新家的小夫妻。这时姨妈下楼接我，见状要开口，被我打断，妈妈送您的特产到了，记得看保质期。我一眼没看卢卡斯，这次他却破天荒主动解释。艾丽别误会，瑟琳原先小区治安差，我帮她找新房。不知你姨妈也住这？对了，买这么多东西。我指挥司机搬运，随口答，工作的事不必告诉我。妈妈买的，不知何时再回，多备了些。见我没误会，卢卡斯明显松口气，北郊不远，想回来随时叫我。他仍不知我此次是永别，我也不打算说。姨妈欲言又止，见卢卡斯小心翼翼护着瑟琳，面色沉下。4人僵持间，瑟琳喊累打破沉默。卢卡斯立即让司机暂停搬运，说他们东西少，先乘电梯。看他大包小包家居用品，我侧身让行。卢卡斯微露诧异，匆忙踏进电梯。关门刹那，我仿佛看见当年姨妈刚搬走时，卢卡斯也这般忙前忙后，将我所有物品搬进他家，笑着说迎接未来女主人。望着电梯，姨妈遗憾叹息，真不用我问问。认识这么多年，为误会分开太可惜。我摇头，不必，不是误会。他从不让事过夜，不解释就是答案。卢卡斯和瑟琳东西不多，本该一趟搬完，可我给姨妈送完告别礼下楼，仍不见他踪影。念及旧情，我掏手机发消息问何时回，他秒回语音，点开是瑟琳甜腻嗓音：艾丽姐，卢卡斯在帮我修电路，新房要收拾得多，你先回吧。
正要关软件打车，他又追一条。对了，艾丽姐别多想，卢卡斯纯帮忙，他就是心疼我独居陌生城市打拼不易。想到远走他乡的父母，我咽回话，关闭聊天框。出租车里望着窗外发呆时，卢卡斯来电。艾丽对瑟琳态度好点，他是我下属，帮忙找房而已。公司没安排住宿，我帮衬不正常。你何时变这样？生日宴摆脸色说身体不适先走，我还没计较，又闹。听筒里夹杂瑟琳啜泣，他在卢卡斯面前的模样，与对我时判若两人。深吸气，我懂他心思，却懒得辩解。我的错。随口问问，已到家，没等你。卢卡斯质问戛然而止，冷硬回应让他语塞。车到小区时，我挂断电话。下车后，发现卢卡斯工作群消息爆棚。未读消息99加，置顶是瑟琳发的卢卡斯修电路水管照片。哪里找这么体贴的老板？愿为公司奉献一生。能签终身合同吗？底下同事羡慕起哄。没见过老板这样。保洁说他洁癖严重。不像啊。天，穿 T 恤好帅。以后梦对象是哈斯金斯先生。都别抢。正宫发话了，都死心，打工是你们唯一归宿。瑟琳入职前，这些杂事全是我无偿包办。他接手后，我忘了退群。看完群消息，我删记录关软件。既决定放手，提前围观他们生活，竟不觉刺痛。想起毕业初入公司，卢卡斯常偷拍我冲咖啡，更新日程发群里。全公司都知他喜欢我。因他爱意，枯燥工作变甜，死气沉沉群聊因我鲜活。可瑟琳出现后，他禁止群聊提我，明目张胆偏爱他。曾有好心同事说瑟琳能力不如我，被卢卡斯扣光年终奖。后来我偷偷转他1万块，怕他冲动辞职。回到住8年却从未属于我的家，我开始收拾行李，目光落在那本厚重相册，装满10年回忆。坐床沿翻开，一页页看过。每张照片对应卢卡斯送我的礼物。8年前他说要凑够9999个惊喜再娶我，用真心换我心甘情愿。定制相册刚好9999页，如今只差1页空白，可惜徒劳。抱相册到楼下空地，划燃火柴。火苗窜起时，我看着一张张照片卷曲焦黑，将8年人生烧成灰烬。卢卡斯回来时，我正站在火堆前，他冲来推开我，徒手扒火堆，灼热让他缩手，掌心烫红。他暴怒踩灭火苗，吼声嘶哑。疯了！10年回忆让你烧了。我拍睡衣，灰尘起身，火光映暖脸颊，声音却冷。相册生虫，可能是蟑螂，烧了。见我平静，卢卡斯意识到失态，缓了语气，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太激动。可这些照片攒了10年，不是说好婚礼展示？有虫等我回来处理，或者打电话叫我也行啊。他补充。我没看他。眼前人早不是当年说永远保护我的少年。你忙工作不想打扰，小事而已。他站灰烬旁，神情哀戚。多讽刺，为别人毁掉10年感情的是他，作态不舍的也是他。转身要回屋，他当我闹别扭，猛地拉我入怀。浓郁黑鸦片香水味让我连打喷嚏，他却紧抱不放，似悔恨交加。病了？对不起，最近冷落你了。等忙完重拍好不好？烧掉的补回来，加倍补。若在从前，我或许心软，但经历抢救室1夜，发现他能为别人忘记我严重过敏，无法再自欺。我不想与他再有瓜葛。他松开我，我决然退后，不用道歉。真过意不去，给我办生日派对吧。因奶油过敏，我生日永远缺席。既然要走了，想体验一次他在场的生日。意外的是，简单要求竟让他慌乱。他点头应允，未及开口，手机响。瞥屏幕即解释，客户急事，今晚别等，下次补。边说边退，话音未落，人已在几米外，近乎奔跑。其实我知那是瑟琳专属铃声，
但没戳穿。次日，工人布置场地时，瑟琳跟来，美其名曰监工。可忙完一天，我发现不仅竟是他生日宴的简陋版。工人散去后，他踱步而来，满脸得意。大家辛苦一天，还满意吗？我盯着他颈项链，我遗失那条款式，眯眼冷声：二手不仅配二手人，刚好。瑟琳变脸，抓起水晶摆件摔碎，碎片划伤他脚背，他呜咽哭泣。未等我反应，卢卡斯冲来扇我耳光。闹够没有？瑟琳请假帮你布置，你就这样对他？不喜欢自己弄？不给我解释机会，他打横抱起瑟琳冲出门。我独坐死寂房间，静得可怕。第二天生日宴，无一人到场。意料之中，10年来我只有卢卡斯。蛋糕送到后，我切小块插蜡烛，闭眼许愿，愿永不相见。过敏体质让我连蛋糕都不能吃。手机倒计时归零时，我拎行李箱头也不回离开。去机场路上，给卢卡斯发最后消息：就到此为止吧，不必再联系。不是分手，是给10年时光画句号。关机登机前，他电话已风响不绝。